嗨，大家好，我是阿明。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使用 MACD 指标来做这个交易策略。如果你还没有观看我之前做的这部关于 MACD 指标的影片，建议你先去看一下，这样你会更好的理解我在这部影片中要讲的内容。在上一部影片中，我详细的解释了 MACD 指标如何看强势的底背离和顶背离的现象，这些观念是理解 MACD 指标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实际交易中应用这些知识时，一样，这部影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因为投资真的是很大风险。今天我将进一步探讨一些不一样的 MACD 玩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交易策略和思路。所以，如果你喜欢使用这个 MACD，或者你对交易有兴趣，就记得一定要把影片看完哦。首先，我们可以使用 MACD 指标来判断目前的趋势。当牛市来临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交易图的大时间级别，例如天图的 MACD 指标，就是当牛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MACD 线和 Signal 线，就是快线和慢线，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处于在一个零轴之上。相反的，当熊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天图级别的 MACD，多数的时间，快线和慢线都会在这个零轴之下的位置。这里我用比特币的天图来作为一个例子。当这波上涨的行情中，我们可以看到 MACD 的快线和慢线都处于零轴之上，这意味着市场处于这个上升趋势中。但是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上涨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顶背离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出现回调或下跌，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牛市已经结束了。市场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回调或者走横的情况，之后还会重新发力，继续上涨。简单来说，就是在牛市中出现一些回调或者下跌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关键是要看这个趋势是否还是向上的。所以看到 MACD 顶背离时，不要太过慌张，保持观察。如果之后 MACD 线再次穿过这个零轴，并且价格重新上涨，那意味着下一波行情的上涨可能已经到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熊市期间，MACD 的快线和慢线通常都会在于这个零轴之下的位置，这表明这个市场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卖方的力量占据这个优势。但是即使在下跌的过程中，有时候也是会出现这个底背离的情况，这意味着即使价格还在下跌，指标却显示出这个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波反弹或者回调。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个熊市已经结束，市场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松口气、回调这样，然后还是会继续在下跌。所以在熊市看到底背离，也不要盲目的去冲进场，也是要保持一个观察的阶段，突破一些重要的价格位，我们才进场。每个人做交易的习惯都不一样，所以选择的时间周期也会有所不同。在比较小的时间周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这个分钟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ACD 的快线和慢线都会很频繁的突破这个零轴，或者出现这个背离的情况。如果你选择在分钟图上面进行交易，那么你的交易周期一定就是大概在这个一天左右，甚至两三天。如果你选择是用这个小时图，那么每次交易的周期可能都会维持在这个几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如果你是选择这个用这个日线级别的图来进行交易，那么你每次开单和关单的时间可能都会维持几个月。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时间周期是很关键的。无论你是玩这个长线或者短线的交易者，都是要根据自己的习惯和策略来选择适合的这个图表级别，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握这个市场的机会，实现这个理想的交易目标。还没按订阅的朋友，帮我按订阅一下，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这里我用这个比特币4小时的图作为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看到 MACD 线在零轴上方，这通常表示这个市场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中。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如果当 MACD 突破零轴的时候，我们去进场，然后在这个 MACD 出现这个死叉的时候，我们去出场，这样子能赚钱吗？这有写一个策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回测出来这个结果是亏钱的，而且胜率还特别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突破零轴过后，然后出现一个死叉或者跌回下来，这个零轴是很频繁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会亏钱的。看了这个数据过后，是不是会觉得就是我们的想象跟这个真正市场在跑着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要如何优化这个策略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出场。刚才是使用这个 MACD 突破零轴上方的时候，我们进场，然后 MACD 出现死叉的时候，我们出场。现在我们改成 MACD 突破零轴上方的时候，我们进场，然后当 MACD 突破零轴下方的时候，我们才出场。这种优化策略的好处是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捕捉整个趋势行情，就避免了频繁的进出场。我们可以看到回测出来的结果是好很多，至少总收益是在一个盈利的状态。但是这个最大回达到这个40多%是太高了，胜率也是很低，这样就不算一个好的这个策略，因为在实际交易中，这样的策略是很容易亏钱的。我们还是要尽量想一个别的方法去优化它。我们就不要在当它破零轴的时候进场，我们就等它在零轴上方的时候出现这个金叉，我们去进场，然后出现这个死叉的时候出场。比如这里这样子进场，然后出场，然后这里就是突破零轴上来，我们不要进场，等它出现这个金叉的时候，我们才进场，然后死叉出场。也可以想象成就是第一波拉升不要进先，然后在第二波拉升的时候，我们才去进场。因为要出现一个强的顶背离的时候，通常都是会有第二波拉升，但是这个不是一定会出现这个第二波拉升。改了之后的这个策略是这样，就是当 MACD 线突破零轴后，我们并不会立刻进场，然后是等待金叉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进场。然后我们看到出现死叉的时候出场，这样的方式能否会不会更加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或者能不能避免掉一些假的讯号，比如在盘整的过程中一直突破零轴这些，让我们很难去抓到一波来赚钱。通过回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改进后的这个策略表现得更好，最大回撤也只有13%，而且开单的次数也相当的多，总收益还是一个盈利的状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单，它开了之后很快就关单，这说明这个策略还是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为了减少这种频率开单又这个快速关单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考虑使用别的过滤条件。我们可以尝试将出场条件修改成当 MACD 跌破零轴下方时才出场，这样可以避免在这个横盘中频繁的这个开单和关单的这个问题。当然，肯定还有更好的方法来优化这个策略，但这个方法可以作为一个基础，为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制定交易策略的思路。通过这样的一个修改，我们可以看到更好的捕捉到这个大趋势，减少在市场横盘时频率交易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优化过后的这个策略明显好很多，虽然开单的次数减少了，但是提升了胜率，然后还可以保持这个更高的盈利，而且这个最大回撤还保持在一个这个14%。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如果这样子使用这个 MACD 作为交易策略，在比特币胜率肯定会大大提升，这将使我们在交易的路上更加顺利，更容易赚到钱。希望这些方法和思路能够为大家在交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实现稳定的收益。对了，我有开这个 Discord 的社区，想要加入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就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还有分享，谢谢大家，拜拜。